好，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马上来关心的是俄乌战场的最新态势啊。这个过去曾经有乌克兰女督军之称的这位国会议员叫做祖格拉雅，他在10月16号公开表示，他说哈尔科夫近郊的库皮扬斯克已经脱离了乌军的控制，俄军利用地下管道还有渗透的手段深入城内啊，早就已经遍布了整座城市。现在战局非常严重，实际上呢，严重情况甚至超乎了这个乌克兰官方的说法。他也指出，乌军总参谋部在撒谎，并且警告，如果再不紧急处置的话呢，库皮扬斯克恐怕会完全落入俄军的控制之下。而哈尔科夫州政府也表示，这个安全情势不断在恶化，确实是如此啊，也紧急下令库皮扬斯克周边40个村镇，一共有409个家庭要立即撤离。我要问的是说，库皮扬斯克如果真的不幸陷落的话，对于哈尔科夫战线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呢？肖雄。的确那以从这个哈尔科夫来讲，它本身北边其实就面对了整个俄罗斯大平原这个部分，再加上其实库皮扬斯克是它北边相对来说是一个还在艰苦据守的一个点，等于说今天这个地方是一个交通线的这样的枢纽。如果说今天这个地方如果陷落了，然后被俄军所顺利控制的话，等于说俄军就可以利用这边连接到哈尔科夫以及哈尔科夫周边城市的这些道路，扩大对这个哈尔科夫的这个包围圈。因为其实如果说今天哈尔科夫本身面临到俄军从东到北到西3面这样的包围的话，那这样的这个城市本身它所能够发挥的城市功能就会大幅的这个缩减，甚至于就是说因为哈尔科夫本身是目前等于算是那个乌克兰第2大城嘛，那你第2大城都已经被人兵临城下了，那这个时候对于基辅的这个统治那个当局来说的话，这绝对是一个一定要去解决的问题。但问题是对，非常严峻。但现在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乌克兰在前线的问题就是那个到处都缺乏兵源。因为其实毕竟就是说，俄罗斯它本身对乌克兰的这个作战，它其实还是想有一个外线优势，也就是说，我是对你任何一个城市或干嘛，我要进行发动攻击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时间攻击的时间跟地点。当然，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俄乌那个前线来说，变成类似有点像是第1次世界大战那种壕沟战双方那个绝壕固守，然后但是也运用到这些那个壕沟，甚至于地下管道对对方进行渗透，而且俄罗斯在这一方面其实还蛮拿手的，他们透过这种水道战，然后那个部队从那个原本各种的这样的管道或地下这种通道，然后呢进到那个都市区的中心地带，然后对乌军发动攻击。等于说乌军我一方面要看住我的前面，不要让俄军冲过来，但是结果俄军就从我这些地下管道爬到我的后面，然后从后面来打我，变成说他们有这种腹背受敌的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其实乌克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已经进行了3年多的这个俄乌冲突，让他在人力上有非常吃紧的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些部队在前线作战那个新兵跟老兵数量快速的这样一个锐减，然后但是你要防守的这个区域又那么长那么大，那这时候往往面临到这个贝多利分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俄军他其实虽然说的确俄军在这3年这个战斗中也损失了非常多人，但是他可以透过不断的那个扩大征兵的这样一个方式呢，然后增加他这样的兵源，然后毕竟打仗的这个本体还是人。虽然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无人机或是自杀无人机或是 FPV 无人机在俄乌前线中拥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那个优势，或者说是能够载至战场这样一个部分，但是你还是关键要有人才能够让这些武器发挥作用。那这个时候对于乌克兰来讲，缺乏人力，缺乏这个弹药，甚至于缺乏这个先进武器。像他最近这个泽伦斯基又跟川普说，拜托你给我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川普就说，不对，我本来说要给你，但是不对啊，我如果真的给你这个射程太长这个飞弹又有这个地貌追演能力，那让俄罗斯跳起来，那俄罗斯如果又要说我跟你签的这些合约，因为你那个提供了这个，我就不算数了，我不认账了，那这对美国来说是很头痛的。对，你听到这个，其实泽伦斯基也好，或乌军也好，其实都很期待说给我战斧吧。尤其听到川普那个，对，川普提到说我们不排除可以考虑要提供战斧给乌克兰。那乌军可能就想说，如果有了战斧之后，真的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来击败俄军哈。可是呢，确实不是这样嘛。好，那这个因为俄方不只是在战场上面，在军事方面。他们有出击，而且是有得到一些不错的成果。外交上也是哈，我们就看到了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丁呢，最近呢就主动在10月15号这一天，他直接主动打电话给川普，跟川普通完话之后，川普说呢，他计划在2周内再跟普丁在匈牙利见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而且他就暗示他说美方并不会很快决定要不要援助乌克兰战斧飞弹。
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叙利亚的临时总统夏拉，他在15号也首度访问了俄罗斯，他宣布同意俄军可以继续使用地中海沿岸的这个军港，叫塔尔图斯，还有位在赫梅明的空军基地。好，拉回来看，普丁真的很了解川普哈，真的懂得怎么样去按捺川普。当川普说我要不排除考虑给乌克兰战斧飞弹的时候，马上出手打电话给川普，一打，川普就立刻改口。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到的是说，我们讲川普好像是谈判高手嘛，他之前这个商人出身的啦，很会这个拉高谈判筹码。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普丁他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从这样子一个互动来看的话，可以真的去看到普丁不愧是过去这个 KGB 的高手，他也懂得是说，当你在提高谈判筹码的时候，那我这时候打一个电话给你，因为他也知道川普他过去一直，甚至川普在上来之前，他最想要的就是俄乌停战。我们看他一开始不是跟泽伦斯基，然后跟普丁等等这一些，而且现在感觉中东好像有一点和平曙光出来了。那中东结束了，是不是下一个就是欧洲这边要赶快停火呢？今天普丁他就抓住了这一个机会，来去跟川普进行更多的谈判。而且这次主动打电话之前，记不记得吗？在川普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对，马上出来开记者会说，你们这样子对川普太不公平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抓到的是川普现在需要的东西，这时候给他一些温暖，是不是温暖不知道，但是给他一个机会，对，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感觉这一块我又有可以去做一点文章，用这个机会，用这种谈判的方式去跟美国打交道。那另外的话，我自己会认为啦，现在对普丁来讲，他现在看的已经不是在这一个在俄乌的这个战场而已了，他开始就要去想的是战后的世界。这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第2次世界大战，2战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不管是什么雅尔达密约啦，什么各式各样的那一种国际的谈判，为的就是说战争结束之后，我要为我的一个国家利益开始布局了。这个布局的话，今天我们就看到地缘战略。所以为什么今天的普丁他跟这一个叙利亚这一边这个海空军这两个基地嘛，这两个基地之前说好像俄罗斯有一点保不住了的话，它会造成说它在这一个地中海跟非洲这一边的一个地缘战略的一个势力会大幅的下降。可是他今天如果可以去保持住这些机会的话，保持住他的一个运作的话，先不说实际有什么样的一个兵力投射啦，但至少他就在那边有一个点。有一个哨，有一个基地在这里，代表的是俄罗斯未来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影响力。在于说，他跟这些除了在欧洲大陆之外，在其他地方，他是不是可以去跟美国，甚至是中国一较长短？因为我们在想的是那时候在这个非洲这边的一些战火嘛，叙利亚这边的一些攻击行动，很多是从这个基地去起飞去攻击的啊。对，所以如果说今天的话，在非洲那么多一个重要的资源，或者是在非洲大陆的一些相关的盟邦、一些国际上面的互动的话，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也会看到。战后它持续要在这里有影响力的话，这两个基地会是个关键。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看的，已经不会是只有在俄乌战场上的武器跟那个打仗的结果、行军走马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地缘战略的布局。这普丁真的也是老谋深算哈，就像您刚刚提到说，他已经在为战后来做盘算了哈，要先像下棋一样，我先下在这2个点的话。在战后之后呢，对我来讲，我起码能够提升威慑的效果哈。那当然，川普现在对这个俄乌的战争呢，他也特别从不管说军事上说要提供战斧给乌克兰，另外经济上大家还记得吗？他说这个印度方面呢不买俄罗斯的石油了，可是马上就被印度打脸哈。这印度的这个外交部门就说没有这回事情哈。所以其实现在这件事情被否认，经济上也看到俄罗斯呢，最近跟东协。这些国家展开合作啊，他们不但是协助印尼建立核电厂，还要提供印尼在深水天然气这些相关的油田来进行勘看。那包括液化技术方面要进行产业升级，还有就是跟越南的国营石油公司在南海进行能源合作，来共同开采油气。美联社甚至爆料说，河内跟莫斯科之间存在了一种叫以油换武的秘密机制，要透过合资能源计划的利润间接来支付军购的贷款啊。所以这整个背后的经济战略，尤其是从俄罗斯跟东协国家积极展开合作，这个怎么看？就延续刚才林老师讲的，就是说大国战略是非常精准的。第一个就是说，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国家，可是它在欧洲大陆并没有受到一样的尊敬哈，而它在东南亚并没有一个殖民的黑历史。是，那个东协就像印度一样，基本上就是尽量不结盟，然后朋友的朋友是朋友，
敌人的朋友，对不起，敌人的敌人还是朋友，敌人的朋友也是朋友，所以朋友多多，敌人少少。那全球暖化里头，俄罗斯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东南亚是最大的受害者。那我们看到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以前中美经济是互补，那中国是买原料商品出去，然后它不卖武器的。可是在这个新冷战一个时代以后，在这个中美的 Great Decoupling 下头，俄罗斯将来可能是全球一个很大的原料跟军工的出口国，跟美国在做这个分庭抗礼。那至于印尼，它的这个natural gas 只有俄罗斯的1/10嘛，好，那越南只有1%，所以基本上来说并不成气候。但是俄罗斯后面可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战略哈，就是说它将来每一个国家都要为它的 national security， 它要去保护到，所以它将来会有一个从北极海、东海、黄海到这个马六甲、印度洋、黑海，它自己可以制成一个系统，所以这个是它最大一个战略。好，所以其实听完了3位老师的分析啊，我就发现说，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国际的战略大局啊，这一盘大棋其实已经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光是战场的现况，而是很多的包括普丁在内的这些领导人已经在思考的是战后要如何来规划。马上回来。